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妮娜音乐日记，和妮娜一起开启快乐的钢琴旅行吧。这节课妮娜找了一个小的乐曲，这个乐曲里边集中体现了妮娜之前很多视频讲到的一些知识点，我们把这些知识点运用到钢琴上。首先，妮娜来做一下示范。在这首乐曲里边，大家会听到有双音奏、双音断奏、1/3指的双音断奏，还有正常的演奏音程的方式，正常奏，也就是音符的上方和下方都没有出现连线或者是跳音的奏法。首先我来讲一讲音程断奏，我们一定要借用到你的手腕。最开始的部分我来做一下，从下向上去做这个跳的奏，这样听起来你的整个音程是饱满有活力的。除了1指3指的断奏以外，我们还有3指5指接1指3指的正常奏。我们做正常奏的时候，就要注意把它整个的音符时值弹够了就可以了。全曲正常奏出现最多形式的就是我们左手的伴奏部分，我来做一下。根据它谱子上要求的弱还是强，把你的手指力量给它加进去，或者是轻或者是重，我们把它加上去，整体的音乐效果就出来了。除了1指3指3指5指这样的音程奏以外，我们在这一课当中还出现了1指2指的音程断奏。相对于其他手指来说，我们的1指2指相对于是有力灵活的，所以我们直接把2个音同时下键练习就可以了。还有1指3指的扩一个音的一个演奏，都是1指2指去奏的。对于我们这一课音程的一个演奏，你要注意1指3指相对于来说比较轻松，3指5指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们的小指通常会比较弱一点，所以建议初学者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做旋律音程的演奏方法。有关于旋律音程、和声音程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妮娜之前的视频有详细的讲解，不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一定要单独练咪嗦，这样去做，然后我们再做带点儿的断奏，一定要运用到你的手腕。这首小的乐曲除了我们出现的这个音程断奏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音程的一个连线奏法，音程和单音的连线奏法，我来做一下示范。所以在做这一部分的时候，2个手指之间的音和音的衔接一定要像跷跷板一样，一个音起，一个音落，这样你的声音听上去会是无缝的。建议同学们课下多多针对妮娜课上提到的几个知识点进行反复的去练习。如果喜欢妮娜的视频，请订阅，把妮娜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